蒂姆·库克一打响指，我的钱包真的是要消失了。苹果昨天是发布了今年秋季发布会的邀请函，你别说这个邀请函的设计啊，和之前网上看到的15 Pro 有可能要用的那个包装盒的设计还挺像的，也和之前我在推特上看到的15 Pro 的默认壁纸的设计也很像。这一次传言中的两个新颜色，灰色和蓝色，在颜色上呢也和这个邀请函里面的主要颜色很匹配，可信度应该还是很高的。不过对我来说啊，这个选颜色从来都不是买 iPhone 的时候让我纠结的点。这次真正让我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 Pro 和 Pro Max 我该怎么选啊？以往我肯定是会选 Pro 了，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但是今年呢 ，Pro Max 的摄像头用上了潜望镜镜头，跟 Pro 拉开了区别。然后我又比较喜欢 Pro 的这个尺寸，所以就让我很纠结了。到现在我还没想好到底我应该买哪一款。哎，不知道有没有在墨尔本的兄弟姐妹打算想要买 Pro Max 的，是不是愿意我们合作一下，给我来做一个对比测评？那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买 Pro， 没什么好犹豫的了。如果有愿意的小伙伴，愿意的兄弟姐妹可以私信我，咱们私下联系。那关于这个 iPhone 15，其实我昨天做了一期 iPhone 15全系列改变汇总最新最全版，我把这个视频的链接放在视频下面的描述栏里面，大家可以去看那期视频。那既然咱们 iPhone 15都已经讲完了，那这期视频是要讲什么呢？其实这期视频主要是想分享一下秋季发布会里面除了 iPhone 15以外，别的可能得到更新的产品。那首先就是 Apple Watch 系列了，已经好几年了 ，Apple Watch 都是和 iPhone 一起发布的，今年应该也不会例外。首先就是 Apple Watch 9，问个问题，你会买 Apple Watch 9吗？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购买。Apple Watch 9跟去年的8相比，实在是没有获得什么更新。当然，它的芯片确实是更新到了 S9， 然后 S9 呢是基于 iPhone 13和 iPhone 14上用的那枚 A15 芯片的，所以在性能和效能上肯定要比上一代强。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大的改变了。那对我来说，如果只是换一个芯片的话，那我肯定就不愿意去换它了。主要也确实是钱包不够用嘛，而且据说 Apple Watch 10或者叫 Apple Watch X 吧，据说能够得到很大的更新，所以如果你不是首次入手 Apple Watch， 而是迭代更新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多等一年，看看明年的这款产品。那和 Apple Watch 9一起会获得更新的呢，就是 Apple Watch Ultra 2。没错，就是苹果的这个高端手表系列。说实话，我属实是没想到这个高端系列也会变成1年1更的产品了。我之前的打算呢是，因为我错过了上一代嘛，上一代纠结了一下，最后没有买，所以我是信誓旦旦的说啊，出了 Ultra 2，我一定要买它，买爆它。不过我没想到它1年就更新了。我当时的想法是，它总归是一个2年1更的产品吧，那我可以好好准备一下钱包，是不是？所以现在它这1年1更，我也确实是钱包没有准备好，不是它的错，只是因为我没有准备好，所以这次我还是不会购买。但是客观的说，它其实第2代和去年相比也没有更新很多。首先它肯定是会得到一枚新的芯片 S9， 就和 Apple Watch 9里面那一枚是一样的。然后呢，它的有些部件是会使用 3D 打印技术。另外呢，它也会用上一个新颜色，不过这个新颜色是苹果去年放弃没有使用的，然后今年可能是苹果觉得如果不拿个新颜色实在也说不过去，就要发了一个新产品，是不是？所以去年被放弃的一个类似于深空灰色的颜色，今年会被拿出来。那除了2款 Apple Watch 之外，还会获得更新的就是 AirPods Pro。不过你不要太激动啊，这个 AirPods Pro 不是说它产品本身获得了更新，只是说这个充电盒啊，它会从之前的闪电接口变成 USB-C 接口。因为苹果这一代不是 iPhone 都会用上 USB-C 了嘛，所以应该是因为为了让这2个产品匹配的原因，就把它给改了一下。如果你这次要买 iPhone 15，然后你呢之前又没有买 AirPods， 你现在想入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完美的时机啦，你就可以买手机和耳机2个都用上 USB-C 端口的产品，同一时间入手。简直不能更好了，这个时机。接下来发布会上还有可能更新的就是 iPhone 15用的充电线。因为这次充电线呢，其实在颜色啊、材质啊，然后包括那个 USB-C 端口上都会获得更新。然后这些内容其实我已经全部囊括在了我刚刚提到昨天做的那个 iPhone 15全系列更新信息汇总里面了，所以大家记得去看那期视频，里面什么都有。